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拥抱心理。这个月的专题就是我们都在讲很多的情绪哈。上个礼拜是讲羞耻、羞愧，那在上个礼拜是讲羡慕、嫉妒。这周其实我们也要讲，其实真的蛮常讨论的两个情绪啦。一个是焦虑，对，在那个脑筋急转弯里面翻叫阿焦，没错。然后生物心理师跟我提到，其实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叫晶晶，对。可是晶晶的英文其实是 fear 其实我们比较翻叫做恐惧。对。那生物心理师分享的是，其实这两个情绪常常会伴随，对，伴随，然后连在一起，但是大部分其实，在諮商历程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啦，我自己好了，比较能够感受到的是焦虑，阿焦比较常跑出来啦。你跟阿焦比较好。我没有想跟他比较好我只是说我比较常感受到这个感觉。对对对。可是的确，自我觉察这件事情对心理师来说就是必备的嘛，我们自己也要自我觉察。是。在我们在自我觉察下，的确会感觉到那个晶晶，那个 fear， 对，他会站在旁边，对，他们是好朋友。只是感觉一个比较大，一个比较站在旁边。是，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在这个諮商的过程里面呢，他是焦虑，但是往往最后我都会谈到他到底在生命或生活中最害怕或恐惧的事情是什么。所以焦虑只是一个跑在前面的模糊一切的。没错，其实有很多比较深层的情绪，比方说恐惧啊、悲伤啊、愤怒啊，这些情绪是比较深层的。他们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或者是我们很不想要去触碰这些情绪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用比较一个表层的情绪，就是焦虑来作为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表现。有可能，因为我把注意力都放在这些生活琐事跟大小这些没有比较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去焦虑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就比较不会慢慢的去看见这么深层的伤痛或者是恐惧。所以那个深层的情绪我刚刚那个画面就是嘛，娇娇很大，然后在前面然后那个晶晶就像一个背后灵一样在旁边，但是它是在的哦，它是在的，是不容易被发现。所以大家如果你们有看那个脑筋急转弯2的朋友们，有没有看到最后那个娇娇她已经变成一个幻影了，就是它已经变成一个虚幻的状态了，就是一种过度失控到其实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在干嘛或是在做什么，你已经在那个焦虑的这个幻影当中。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我们回过头来先去定义一下焦虑跟恐惧到底这两个部分有什么比较，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好了，基本上啊，先讲恐惧好了。恐惧就是有一个具体的事情嘛，所以你是对于这个事情呢有一个立即性的一个危险的恐惧，害怕某个东西。例如说死亡啦、地震啦、战争啦，对，或是有些人可能害怕狗啊、害怕鬼啊，它是不是都是一个具体可以去恐惧的东西？那抽象一点，例如说害怕失控啊，害怕就是做不到啊，害怕没有表现好，这样算吗？如果我们要用更正确的用语的话呢，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焦虑，我们会失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啊，有些语词是比较混用的。对。那我现在讲先讲焦虑的定义。OK， 焦虑的定义就是我们会对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或去担忧，也就是我们在焦虑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的。了解。像我刚刚说那种，那个我说的说法是我害怕失控嘛，所以其实是我焦虑未来会无法控制。我焦虑未来无法控制，没错。所以啊，很多时候我们来想一下，为什么焦虑会产生？它的缘起呢，通常是因为恐惧。比方说害怕狗好了，我曾经被咬，然后我害怕狗，但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呢，我们的这个感知里面呢，
我们不是只有怕狗而已，因为我们在发生了就是被咬的那个场景跟那个当下，我们心里的状态是很恐慌恐惧的。那这个恐慌恐惧其实它是连接什么？连接这个你身在那个当下周围的所有的人事物的。OK。所以你虽然是被狗咬，但是你在恐惧的时候，你看出去看到这个狗的主人，其实你也是对狗的主人，在看到它被狗咬的当下，你心里也是恐惧的，所以你的恐惧其实也是有连接到这个狗的主人。好，或者是呢，在这个场景下面，它是一个在密闭式的空间，所以你未来你到密闭式的空间，就也有觉得就是害怕，或是焦虑起来了。所以啊，当我们这个恐惧如果是这样被产生的时候，我们如果一直去激发它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就会到处乱连，那个连结就会乱连。比方说，你在这个密闭的空间，你就开始焦虑恐惧的时候，你是不是又跟这个空间里面其他可能这个空间里面又有一幅画好了，怪怪的一幅画，你以后看到画，你可能也会焦虑起来。所以它就会一直在我们的这个感知系统不断的到处乱连，所以呢，最终呢，我们在焦虑，就会有些人他会报告说，他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可是那个焦虑的状态一直被激发。那就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太多的累积，太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一直不断的在跟所在的人事物不断的在连接，所以才会衍生出这种不断的焦虑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刚只是听到你的例子，我就只是想说，像我曾经的经验是，可能有在一些人际互动里面，有一个对象的互动，其实可能让我觉得很害怕，或者是我感受到很压迫的感觉。对，所以其实我很害怕跟这个人类似的人，对，或者是我很害怕跟这个人在就是碰面，所以可能但是我可能还是会去那个地方嘛，所以可能我快要进到那个场域，就是那个教室好了，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在那个路上，或者是我发现我今天要去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很焦虑。没错，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必须要回过头去，如果要调整的话，我们要先回过头去，把这些所谓这种不知道在焦虑什么的东西呢，我们要慢慢的学习，把它回到一个具体的对象上，我们就有办法比较能够去控制跟克制自己这个部分。这个听起来太抽象了。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对不对？但是陪这个自己慢慢的去抽丝剥茧，好，然后呢，就是发现原来啊，我是在焦虑死亡，那你就有一个课题跟一个对象去看见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那么恐惧了。我举一个小故事，也是我一个朋友，我朋友很多，对，就是呢，他有一次来找我啊，他就是因为他的办公大楼隔壁有人跳楼了，然后呢，他也没看见，他只听他朋友讲。结果呢，他就很恐惧，从此之后呢，他就再也没办法，就是直接走他隔壁大楼的马路，就他要上班都要绕过那条马路，很奇怪，很困扰。后来呢，陪他抽丝剥茧之后呢，他就突然就一些探索跟做一些心理的一些回溯的一些练习之后呢，就发现，他以前在生小孩的时候啊，那个小孩差点没有保住，他那当下充满极度的恐惧。可是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连到小孩？对啊，对不对？那其实生命吗？对，所以其实很深的一个状态是，他对于死亡这个课题没有超越。OK， 所以在生活中，他就会尽力去避免跟死亡相关的课题。大家有没有听出来？隔壁栋有人跳楼，跟小孩差点没保住，其实有共通性，都是牵涉到死亡的课题。所以当他如果能够好好的去面对死亡这个课题的时候啊，很有趣。我协助他去疗愈当时在生产的时候，小孩差点没保住的情绪的时候，他后来跟我说，他对于那个隔壁栋有人跳楼那件事情已经没有太大的感觉，他现在每天就是上班又走回原本的那个马路了。所以意思是说，其实能够
更深的知道我的这个情绪的源头，对，到底是勾动什么了？对，勾到动底是什么勾动我的这个情绪？最原初的恐惧到底是在恐惧什么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去调整自己，也比较自己可以要去整合或学习或超越的那个课题是什么？这边有帮大家归纳出就是几个人类啊比较共通会恐惧的这个根源。哦，好。刚刚有一个是死亡嘛，还有呢？还有就是呢，恐惧别人的眼光被批评，恐惧批评。OK。对，另外就是恐惧失去爱，失去爱。那也有恐惧贫穷，恐惧病痛，恐惧年老。OK。还有就是恐惧死亡。但是我归纳出来呢，比较深层的部分其实就是恐惧孤独，跟恐惧未知。因为怎么说呢，被别人批评啊或失去爱呢，其实最深最深的恐怖就是我们可能被排挤，对，或是在远古人类的时代都部落跟部落的嘛，所以如果你一旦在这个部落没有被得到好人缘，你被排挤，你可能就被赶出部落，你可能遭到野兽的攻击，你是不是就会死亡？所以其实孤独它也是连接到死亡的。哦 ，OK。对，所以其实我们最终很多的这个心理学都在说，我们没有去探索过死亡，我们不知道怎么叫做好好活着。所以啊，孤独跟死亡这件事还有未知，那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要可以去比较去学习的。如果能够去学习这几项课题的话，我们就比较能够让自己不会这么的焦虑跟恐惧。我也的确是啊，很多时候很多人在諮商的议题里面，他的当然一开始来谈可能是谈亲密关系，可是谈亲密关系其实跟孤独其实是有或连结是有关联的，没错。那有一些人会在谈，就是说我的未来要怎么走，或者是我接下来要怎么办，对，那其实还真的是跟未知有关，或者是我的过去经验影响着现在的我，其实也还是在讲的是那种我不知道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办的那个感觉，对的未知的感觉。可是我刚才讲的这几个课题，孤独、死亡跟未知，这三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又有一个更深的东西，又要再下一层。对，再下一层，这是什么？这一层，我觉得就叫做连结。怎么说呢？ Connect。我觉得这件事情呢，是牵涉到一些关于灵性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现代人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些灵性的观念，就是连结对于孤独来说呢，就是我们失去了跟别人的连结，甚至我们失去跟自己的连结。还有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是不是活在这个社会、跟这个地球、跟这个自然宇宙？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呢，也是跟这个自然界、跟地球、跟这个宇宙是有连结的。所以这件事情呢，当我们能够去感觉到那股连结感的时候，其实这个孤独感就会慢慢的消失，因为我们人都是跟整个环境或他人是联动在一起的，我们并不是孤独一个人。但是这件事情需要一些学习被体验，因为当你体验的时候，你才有办法从你内心真正打开那个连结。因为有时候脑袋知道，你心里没有那个体验，你还是无法就是克服那种感觉。不过这个是有的时候脑袋知道要连结，可是真的没有。你可以去各位可以看我们其他的影片哦，就是尤其是上个专题，深入心理是在讲那个忽略嘛，忽略跟忽略就是没有连结的经验啊，对，所以其实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是，那还有另外一个连结的轴度，我觉得就是我们回到跟自己内在的连结，以及呢，我们在谈这个身心灵的时候，都会谈到一些东西，比方说高我，或者是跟我们这个宇宙的大我。所谓的宇宙的大我，就是我们是可以跟宇宙是一体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去跟这些我们内在的神性啊，或者是这个佛性，或者是我们跟整个宇宙做到一个连结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相信内在会有一些直觉的
这个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直觉力啊，或者是一些什么第六感啊，这些很多人现在都越来越感觉到内在有这些声音，我就会说是内心的声音，就是你未来要怎么走，如果你真的跟内心有很深的连结的话，其实内在会有一些声音告诉你的。那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先跟你的内在小孩做连结。有时候呢，我的个案开始学习跟内在小孩互动的时候啊，他就会开始内在小孩常常在心里面给他一点声音，比方说他要不要离职啊，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思考的时候，内在小孩突然就有个声音出现，就说离职吧，做这么不开心。那其实这个就是内在真实的声音。可是我们要学习相信内在真实的声音需要一点时间，因为通常内在的一些声音呢是会让我们越来越成长，可是呢我们也会让我们经历跟要穿透一些恐惧的事情。这一块我觉得是蛮深的。所以但是圣光心理师，你的意思是说，其实当可以就是也搭配前面2集啦，那个跟自己自我价值的那个连接的深度越来越深，甚至其实可以来到跟自己的内在小孩做对话的时候，其实不管是焦虑、恐惧、对、羞耻，然后羡慕、嫉妒，其实这些很不舒服的情绪啊，其实渐渐的不一定会对自己影响这么多。或者是换一个方向说，当这些情绪跑出来的时候，搞不好是一个讯号，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也可以除了被这些感觉笼罩以外，也可以开始练习往自己的内心去探索。所以啊，当我们越来越有这些认知跟体验跟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感觉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单打独斗而已，我是有一些无形或有形的支持力，或是这个安全感在我身边的。其实很多人是从小没有被建立足够的安全感，所以安全感这个因子呢，我觉得也是在疗愈当中啊，要去好好的去学习的一个课题。它会让我们可以更能够跟我们内在做一些更深的连结，或是在我们学习连接这些宇宙啊，或是大我的这些状态可以加速。那至于说有些人说，那我就没有安全感了，要怎么连接？那我想问这个所长，你觉得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最有安全感？跟我的狗在一起。跟你的狗在一起的时候，待在家里，做一些在熟悉的环境，对，或者是去找熟悉的可以支持我的人，例如说找圣峰。是，所以这些安全感呢，其实你在跟你的狗互动的时候，或待在家里的时候，那个安全感就出现在你心里面的。所以呢，这安全感其实是本来就有在我们里面的，只是我们常常在不同的时间空间，我们忘记了，对不对？所以很重要一点是，我会请我的个案或者是我朋友啊，刻意的去做他觉得有安全感的事情，重新唤起他过往从小到大做什么事情会有安全感。我有个朋友，他就说小时候啊，他把自己关在柜子里面很有安全感。我就说，那你可以试试看啊，他已经30多岁了。结果他还真的回去试试看，就重温小时候他那个把自己关在这样的柜子里面的那种安全的感觉。可是当我们慢慢的重新的去一次又一次的去感觉那个安全感，而且是有意识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再一次由外而内把那个安全感再一次的修改我们内在潜意识的那个觉得匮乏或没有的那个部分，透过练习。从表意识慢慢的透由执行做，慢慢的进到潜意识，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时时刻刻都能够连接那股安全的感觉的时候啊，你就比较能够觉得，其实生活中是有安全感的。生活心理师的部分，在我的例子里面，比较像是，就是真的是有意识哦，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会让我自己开心，对，或有安全感的事情，对。然后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练习，对。练习本身要增加的真的是那个培养那个感觉，对。然后一开始你会觉得那个感觉有吗？可是真的慢慢做，
常常练习，慢慢的这些感觉其实是会深化的，没错，突然就变成你的一部分。所以有意识的练习跟无意识的做，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真的差很多。对，应该是说，其实諮商的过程，当然除了帮你整理以外，有的时候要唤起一些新的感觉，或者是找回一些以前有的但已经不熟悉的感觉。对，有意识，真的是有意识的练习，这是这一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可以提升不管你要提升安全感，提升对自己的关心，提升愉悦的感觉。对，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运作的。对，当然其实这个焦虑跟恐惧它的范畴涵盖很多了，对，所以今天这集可能先从这个面向跟大家讨论，之后有时间啊，再从另外一些面向跟大家做更深的一些解析，这样子。应该说，你常常如果有关注的话，你也知道，就是我很常邀请生活心理师。不过，其实生活心理师不管在谈各个主题哈，其实它最终其实还是从很抽象的，就是真的是一种从感觉，然后体验，对不对？去感受，去疗愈自己，而不是不是这么在脑袋上面，不是单纯只是在脑袋上面工作的，而是让你的脑袋跟你的感受，他们可以是比较是一起的，没错，一起的，然后让你真的有透过一个感觉去获得一个疗愈跟改变。我们这个专题其实还有2集哈，下一集也要谈一个大家。我们这4集这4集都在谈不太舒服的情绪，对，下一集也要谈一个情绪叫怒啦。现在这个社会真的蛮浮躁的，真的，很多人会很愤怒，可是愤怒下面其实就像今天阿娇是一个常出现的，可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讨论那个 fear 恐惧。其实有的时候愤怒啊，也是一个外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其实愤怒的下面还是有很多其他的情绪的。那我们下礼拜再来了解咯，下礼拜见，拜拜。